唉，没想到这些年的题目是越来越难，竟然让学生默写咏鹅这种高难度古诗。我不是在加班吗？怎么忽然就来到了这里啊？这个学生一开始考试就睡觉，睡了足足1个小时，现在一醒来就这么多动作，真不知道是来做什么的。就是，要睡回家睡呀，来这里找什么存在感？考试时间，请专心考试，不要有多余的动作。距离考试结束还有30分钟。苍天呐，这是穿越到什么世界了？我只是一个普通的文学研究，突然来到高考，简直就是强人所难。竟然穿越了。穿越到了一个文学断层的时代，没有李白，没有杜甫，那些历史上赫赫有名的作家都消失不见。这个世界没有那些震古烁今的文章，一篇咏鹅就足以登上高考殿堂。缺乏千年文化积淀，华夏谈何文化自信？要知道，华夏泱泱5000年，历史文学底蕴数不胜数，在这个世界竟然会被英国那种只有100年历史的国家嘲讽，这是何等的屈辱！考完的同学可以出去。不要在这里影响其他同学。后排的那位同学，我最后警告你一次，再敢有多余的动作，立马给我滚出考场！今年的考题是默写咏鹅，确实有一定难度，但是这个考生那么多小动作，到底想要做什么呀？考个试都不能专心，以后能做什么大事？好，既然这个世界文学断层了，那我就给你一点点古人的震撼吧。考试已经结束，请各位考生停下手中的笔。洛神赋在原来的世界就曾在那个群英荟萃的年代力压文坛400年，而现在这个时代甚至没有那些文人，这首诗词势必会流传千古。我说，所有考生有序离开考场，你听不到吗？哦，不好意思，我现在就走。考试这么久，一个字都没动，哼，果然只是过来走个过场的。我还以为多厉害呢，整张考卷就写个作文，作文还写得一塌糊涂，连最基本上的朗朗上口都做不到。这老师的文学境界太低了，把细糠喂到嘴边都不会吃啊！这小屁孩的眼神是什么意思？哎呀，裴兄弟，怎么回事啊？平时考试作文不是你最拿手的吗？高考怎么掉链子了？而且听说你考卷其他全是空白啊！原来是这种小人，不值一提。喂，黄龙，你又欺负裴恒，我们明明是一个考场的，为什么不能互相照顾一下？嚯，原来还是个青梅。姚诗诗啊，你都不知道这次考试裴恒都干了什么，他竟然引得监考老师警告了他好几次，说他的作文是4不像，而且考卷其他部分一个字没动。裴恒，你的作文写得那么好，为什么今天？而且你为什么不写其他题目啊？我还要复习明天的考试，先走了。这批考生的作文真是一代不如一代，就连乾隆的诗词都不懂得引用。这些写的都是啥呀？考试敢写文言，这种题材文章，纵观历史也没几个人能把握得住，更别说一个18岁的学子，除非你是乾隆在世。哼，还别说，起码知道格式是怎么样的，这点已经很不错了。还别说，写的倒是有几分味道。这是什么东西啊？拼写，这真的是人类写得出来的文章吗？擦，李哥，这考卷你怎么给了满分啊？你阅卷可是出了名的严格。我看看这文章有什么特别之处。满分，必须满分。带着考卷来我办公室一趟。我刚刚看到你们作文又打了个满分，
现在规则摆在这里，作文不能满分，不能满分。你知不知道一个满分考卷会带来多大的社会舆论？周老师，这个不一样。不一样？能有什么不一样？一个学生作文，算了算了，卷子给我看看。就让我这个高考组负责人看看这个学生作文能有几斤几两。天若惊鸿，宛若游龙呀，这也太雅了！虽潜处于太阴，常寄心于君王，无不无所骑舍，唱神霄而避光。这真的是一个18岁学生写的吗？李老师，你可以回去批卷子了。好的，周老师。但我还是想问一下，这卷子应该怎么处理？这种级别的词不是你和我可以点评的。我现在打电话给齐教授。齐教授，华夏文学素养第一的那位齐教授吗？这种级别的词，除了他，我不知道还有谁能读懂。齐教授您好。怎么了，小周？高考考卷上出了个满分作文。满分作文，那不是好事吗？这作文写的是词，一个高中生写的词是满分？你别逗我了，我今天还有几场关于咏鹅解析的走访呢。我认真的，齐教授，这文章保证让你眼前一亮，请您务必一看。眼前一亮？可是我不信呐。黄初3年，虞朝京师，还济洛川。古人有言：“思水之神，名曰宓妃。”喂，你这家伙是什么？余从金玉，言归东藩，北伊阙，越轩辕，今临景山。这里，仿佛兮若青云之蔽月，飘摇兮若流风之回旋。这是哪篇文章的内容啊？正是。等我，马上就到。立刻召集专家组。诸位冷静，这事儿过于蹊跷了。我怀疑是某位影艺大能尚未发表的作品，被这位学生不知道使用什么途径得到了。不可能，这种文章当今世界不可能有人写出来。我已经安排人去最高权限的数据库比对了，不仅仅是公开文库，还包括了内部文档，以及还未整理的残缺文档，甚至是海外的。那结果呢？全网全库无任何匹配度超过 0.1 的文献。最相似的是残缺诗篇中庄子、楚辞，但也只是神似，其词藻和结构完全不同，水平甚至有隐过之。各位，我觉得我们应该解决现在的问题。这篇文章真的有满分吗？这篇文章重新定义了起，如果不给予这篇文章满分，那么满分制度就失去了意义。满分60分，这是对这篇文章的侮辱。我们应该建设一个前所未有，甚至超越高考体系的荣誉。分数已经不重要，重要的是这篇文章一旦发布，势必会引起整个华夏文坛的震惊。至于我们怎么评分，不，我们真的有资格给这篇文章评分吗？此事必须绝对保密，在成绩公布之前，任何人不得外泄文章内容。所以，参与本次行动的任何人，在行动结束后都要先被依法扣留。这件事我会上报给教育部以及文化部，我们必须找到这位学生。我同意，这已经超越了这次考试的意义。这篇文章可能会改变我们整个社会对于文章的认识，而写出这篇文章的学生，不，他已经不是学生了，而是国宝。那就这样吧，先散会。我们横江一中作为横江市升学率最高的高中，今年竟然出现了如此恶劣情况，竟然有人缺考。据说一整场高考中，他仅仅只写了一篇作文。这个裴和缺考就算了，竟然连考后总结都迟到了，简直是给整个3班，不，甚至说是给整个横江一中丢脸。老师，我早就说过了，裴恒在考语文的时候
就已经被监考老师批评了好几次了，而且除了作文部分，他交的都是白卷，我估计是心态崩了，考不下去了。我听说这个裴恒好像还缺考了。就是，简直给我们恒江丢脸！我们3班的升学率都要被这个家伙给弄低了，考试竟然敢交白卷，不仅仅缺考，连考后总结都迟到了，简直无法无天。这种人的未来注定一片黑暗。这原主的记忆过于模糊，连学校都找了好久。你去哪里了？我不是在群里通知过，今天是学校的考后总结吗？老子连考试都没去，还总结个鸡毛！看陈依依这表情，与其说是总结，不如说是批斗。不好意思啊，老师，我吃坏肚子了，稍微迟到了一段时间。你考试那几天都吃坏肚子了，除了考试第1天就都不去了。老子又不会，去个蛋！与其去考场上浪费时间，还不如在家中好好补全一下文学领域的空白。陈老师，主要是，先进来教室吧。什么奇葩学校？高考都结束了，还总结什么？要不是姚诗诗说什么非常重要，我连来都不想来。而从现在这个样子看来，完全看不出来哪里重要了。对不起啊，裴恒，我没想到竟然会是这样。陈老师明明说找你有非常重要的事的。没事，爱怎么说怎么说吧。裴恒，听说你语文考试只写了作文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不用担心，我自有把握。这学生真是一点羞耻心都没有，高考缺考，语文卷空白，这都不知道丢人的，还在那窃窃私语。好，裴同学，我看你很喜欢说是吧？接下来就请你给大家分享分享，你是怎么做到语文考试只写1篇作文的？因为太简单了，我不想写。这是什么狗屁理由啊？要是简单，你还能不写？我记得今年高考是默写咏鹅，你的意思是你觉得默写咏鹅太简单了？要知道，默写咏鹅可是这几年出过难度最大的卷子，这个缺考又交白卷的裴恒，竟敢如此大言不惭。对，太简单了。来，那就请我们的裴学霸上来表演一下。这个还在这里用？默写咏鹅这么难的诗篇，除了一中公认的学霸浩峰以外，没人做得出来。那浩峰是谁？年级公认学霸，横江一中10几年难得一见的天才，成为状元基本上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了。而他裴恒，不过是个跳梁小丑罢了。为什么这个裴恒要做这种事？考场老老实实复读不就好了？在这里出风头有什么意义？老师，我认为裴恒同学肯定是因为发生了什么事。裴恒同学原来的成绩虽然算不上很好，但是也不至于交白卷，甚至缺考。这娘们在做什么呀？为什么诗诗要帮这种人说话？这种连大学都上不了的废物！朴同学，请你坐下。不是我故意刁难裴同学，裴同学这个大天才主动请缨默写咏鹅的。我说过，咏鹅太简单了，默写这种古诗就是对我智商的侮辱。哪个是裴恒？现在有好戏看了。一颗老鼠屎毁了一锅粥，为什么我们一中会出现你这种败类？你这种人活在世界上究竟要做什么？王校长，裴恒说要默写咏鹅，还说咏鹅太简单了。默写咏鹅？你以为你是浩峰啊？来，你他妈给我上来！我倒想看看能默写出什么东西。咏鹅那种东西太小儿科了。
裴恒，你疯了吧？这个燕门太守行是什么东西？我学了10几年语文，从来没听过这种东西。这是什么东西啊？燕门太守行是什么？在古诗大全中似乎从来没听过这首古诗。难道他在自创？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写的什么东西？是让你写咏鹅，你听不懂吗？这他妈是什么东西？哪有鹅3个字有深意啊？词汇匮乏，只会使用这种极端的词语，而且上下文根本没有联系，写的简直一团乱麻。有点气势，可城马上就要被摧毁了，黑云也压下来了，哪来的太阳啊？裴恒，你到底在做什么啊？鹅呢？这是什么东西啊？黑云压城，这是什么中二病台词啊？燕之宁叶子，这句话粗看虽然一般，但是却十分值得细品。不可能，肯定是瞎蒙的。角声满天秋色里，一句话就把我拉到一个境界之中。看不懂，根本看不懂。不管了，乱七八糟起的什么东西啊？前言不搭后语的。什么东西？又是胭脂又是叶子的，你扯什么女性化妆品呢？高考出成绩了！出成绩了，浩峰，快把你手机给我看看。稳了，今年的高考状元在我们横江。裴恒，你没事吧？我能有什么事？裴恒，1年的失利无所谓的，大不了重新再读1年，我会一直陪着你的。我的事不重要。你考多少分？我看看。620，真是嘴笨，竟然在裴恒面前说这个。诗考得真不错。这个班级是重点培育的班级，成绩平均分至少也在550以上。本来可以成为今年招生的门面，因为这个裴恒出现了如此恶劣的情况。要是没有这个裴恒，对了，裴恒，这个班级是我们花最好的教资培育的，不能因为你一个人毁了整个班级。要不这样吧，你裴恒，我主动退学，不算作我们横江的学生。怎么可以这样？这就意味着裴恒3年白读了，连高中文凭都没有了。好，我答应你，但是你可别后悔。好，从今天开始，你就不是我们横江的学生。现在和我去办手续。裴恒，他们都欺负你。我自有打算。我叫做周，是考试院最高层，也是本次高考的总书记。肯定是来找浩峰的。732啊！状元，学校终于出状元了，我横江中学终于可以抬起头了。在这里，负责人，你要找的人在这里。果然，这个裴恒就是个人才，竟然也被老师这么器重。裴恒高考刚失利，现在又有这种画面刺激他的心里肯定不好受。裴恒，我们不看了，好不好？怎么了？这一点都不好看，你陪我去散散步，我们一起散散步好不好？高考总负责人，你见过吗？高考总负责人这个身份地位实在是太高了，如果只是状元，可能不会出现。原来是这样啊！诗，好戏马上才要开始呢。面前这位是高考总负责人，700年难见的男人，是真正意义上的大人物。如果只是状元，根本无法惊动这位大人物。也就是说，浩峰所达到的成就，可能远超想象。我刚才已经查询完了成绩，732。我记得裴恒小学不是全部考试只写了1篇作文吗？怎么可能有732分？
你叫什么名字？我终于做到了状元，不，甚至不仅仅是横江的状元。裴恒，相比之下，你不过只是一块垫脚石罢了。我们的人生将从此天差地别。我叫做浩峰，不好意思，认错了。什么？不对吧？负责人先生，这正是浩峰啊！高考考了732的浩峰，横江状元，浩峰。我什么时候说过我要找的是状元呢？丽云压城城欲摧，甲光向日金鳞开。暴君黄金台上映，提携玉龙为君死。这可是一首绝顶好诗啊！这首诗是谁写的？是谁？果然，这首诗果然不一般。我主攻语文学科，班级上的其他人看不出来，但是我一眼就明白，这首诗绝对非同凡响。这不就是一首瞎写的诗词？有什么好震惊的？哦，对了，浩峰，快把手机给周负责人看。谁要看这个分数？这首诗，快点告诉我，这首诗到底是谁的手笔？周负责人，是不是有点偏激了？写这首诗的人不是我们学校的学生。落井下石的速度倒是很快，竟然不是你学校的学子，那是谁？事先说好啊，周负责人，他不过是一个高考都交白卷的人，他已经不是我们学校的人了，什么事都和我们学校没关系啊！我校的升学率还是很高的。你叫做什么名字？后辈名叫裴恒。你就是裴恒？这首烟门太熟悉了，当真是你写的？正是。那语文卷宗上那首《洛神赋》呢？也是你所做的？没错，也是我。果然，终于找到你了。周负责人，有话慢慢说。啊！高考组负责人是来找裴恒的？是不是搞错了呀？怎么可能？他可是除了语文全部缺考的废物啊！我操！找裴恒？找这个傻子做什么？不对，肯定有什么不对的地方。怎么可能？不管找的是谁，都不可能是裴恒这个废物啊！周负责人，你搞错了。这个裴恒是个考试都会缺考的傻小子，这个浩峰才是状元。我说过了，我要找的人就是裴恒，就是那个考试只考了1科的裴恒。不可能，裴恒只不过是一个傻小子，浩峰才是。你难道看不懂吗？这首诗你认为真的是一般学生可以创造出来的？对了，不能忘记大家交代给我的事，一定要验证裴恒实力是否属实，而验证的最好办法就是即兴赋诗一首。裴同学，如果方便的话，可以请你即兴赋诗一首吗？啊，如果不方便就算了。测试我的实力，方便，太方便了。看着此情此景，我即兴赋诗一首，诗名为《将进酒》。即兴赋诗？开玩笑的吧？怎么可能？放眼整个华夏历史长河中，有几个人做得到即兴赋诗？肯定在吹牛。我已经把某度打开了，他一会儿说什么，我就立刻搜出来，就可以知道这个小子肯定在吹牛了。将进酒选节，怎么可能？即兴赋诗这种事情，就算是乾隆在世，也未必可以做得到。裴恒，你只不过是一个吊车尾。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奔流到海，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，朝如青丝暮成雪。我已经将华夏的古诗全部牢记于心，但是这一句我从未听过。但是这和现在的场景又有什么关系？肯定是胡编乱造的。人生得意须尽欢，莫使金樽空对月。天生我材必有用，千金散尽还复来。这古诗是啥意思啊？我都听不懂了。不知道啊，感觉很强的样子。那个周负责人都激动的说不出话了。可恶，某度上根本没有这句古诗。难道这小子真的是原创？这怎么可能？天生我材必有用，这真的是一位学生能做出的古诗吗？实在是太恐怖了！这幅诗太棒了，裴同学，你说的对，天生我材必有用。我现在要正式邀请你成为华夏文坛成员。华夏文坛？真的假的呀？这可是华夏最高规格的文学殿堂。裴恒才18岁啊！华夏文坛从来没出现过这么年轻的成员吧？怎么可能啊！华夏文坛，这可是每一个华夏人的荣耀。一个考试空白的学员，
就凭他一个连大学都上不去。对啊，大学。周负责人，裴恒只是一个连大学都上不去的人啊。文坛会经常和外国友人切磋交流。裴恒高中被辞退，也就是说初中学历。被周负责人如此重视，怎么可能是一般人？死了别乱说，这种学历实在难登大雅之堂啊！别瞎说，我可还没辞退裴恒。那些都不重要了。现在清大和北大已经同时向裴恒发出了入学邀请，并且是携带奖学金的。对了，关于这件事，两所高校的负责人后续会来找你商议。与其说是商量，倒不如说抢人吧。同时被清大和北大看中，这是什么实力啊？前无古人啊！简直了！裴恒可是只写了1篇文学罢了，真的值得吗？当然值得呀！我们华夏文学已经被国外碾压10几年了。他只写了1篇作文，区一篇作文就让清大和北大同时要人，凭什么？让我寒窗苦读这10几年，到底是为了什么？不服？凭什么只是1篇作文？不需要你服。你若不学文学，看裴恒的诗词，犹如井底之蛙望明月；你若了解文学，看裴恒的诗词，犹如一粒皮肤撼青天。未来在华夏文学比赛上，裴恒会参加的，这是通往国际比赛必经之路。如果不服的话，就来这里。你给我等着，我会亲手将你从神坛上拽下来。无聊。校长，还是赶紧给我办理一下退学的事，时间可是很宝贵。最年轻的华夏文坛成员，同时被清大和北大邀请入学，这种成绩真的是一般人做得到的吗？绝对不行！绝对不能让到手的鸽子溜了。裴恒，我考虑了一下，退学的事儿就算了吧。退学多麻烦，之后无论是做什么其他的事，这份学历轻松不少。喂，老家伙，你可太狡猾了！今天裴恒缺考试，你可不是这副嘴脸。不，君子一言，驷马难追。校长既然要退学，那我就陪你退到底。裴恒，这是你的私事，要怎么做我管不着。但是你做出的任何决定，我都将代表着华夏文坛而支持你。裴恒啊，你也在学校待了几年了，你要为学校着想啊！你也不想看到你深爱的母校因为升学率的事儿而被人看不起吧？为学校着想，那你前面毫不犹豫将我劝退的人，怎么为我着想？不争馒头也争口气，不惜！可恶的臭小子，根本不知道为了学校着想，只能动用群众的力量了。同学们啊，你们说裴恒是不是很过分？根本不知道为了学校考虑。校长，搞这一套可就没意思了。好，那裴恒，你跟着我来办公室。这么轻松就同意了，我还以为会再拉扯一下。这是要扔哪一处？我不同意就揍我不成？哼！再怎么说，老子的身子可是18岁的大小伙子，和我打，一次两地。裴恒啊！看看外面人多，是我不对，我给你跪下。这是闹哪一出？我可没时间在这里陪你闹了。但看你都跪下了，校长，大家都体面一点，我们各退一步。你帮我把退学办，以后有采访我就说我读过这所学校。好，好。我对这女孩有几分印象，从一开始就在帮裴恒说话，看着是个好人。怎么了？有问题就说吧。裴恒之后要去哪里啊？这是什么意思？裴恒哪也不去，一直在华夏。不，我是说之后裴恒会被你们带去什么地方，会经历什么事，会不会好辛苦？裴恒从小是爷爷带大的，能不能不要再欺负他了？谁会欺负他？谁敢欺负他？谁又能欺负他？放心吧，
这个家伙的未来不可限量，很快他的名字将闪耀整个华夏，不是整个世界。早知道认真学一学语文了，要不然裴恒的诗词我也不至于看不懂。现在人家在说什么我也不懂。这个少年的文学造诣很高，高到难以想象。在未来，他将先参加全国比赛。很快，华夏文学大赛就要开始了。作为比赛的主办方，我们有权利直接保送一位名额，正是裴恒。而后在华夏文学比赛夺魁后，就可以参加亚洲比赛。亚洲比赛再次夺魁以后，就是世界文坛大赛。我们华夏在亚洲比赛就从没胜利过，永远都是垫底的存在。裴恒出现后，终于给华夏文坛的阴霾撕开了一道口子。但是这条路不好走啊，光是第一步就要先让华夏文坛的成员服从，何其之难！你怎么这么厉害啊？以后要去很远的地方吧，我都要追不上你了。以后参加各种比赛，裴恒如果没有一个同伴可不行的。哦，对啊，所以我会和裴爷爷说的，有裴爷爷在，裴恒就不会孤单了。这小姑娘脑袋怎么这么没过？裴爷爷都一大把年纪了，就别这么。完事了，事情结束了就好。裴恒，我也不多说什么。我相信你也清楚我们华夏文学的处境吧？我清楚，怎么可能不清楚？怎么可能甘心呢？华夏浩浩荡荡5000年的历史啊，竟然会被那些小国看不起，简直是欺人太甚。那我也不卖关子了。1个月后，华夏文坛比赛就要开始了。我们作为赛事的主办方有一个直通名额，就交给你了。但你也不要掉以轻心，这一次的比赛会集结全华夏的精粹，到时候高手如云。高手如云吗？再多的高手能比得过华夏5000年的精华吗？不过我也放心，以你的实力，拿下冠军肯定不成问题。接下来就先去你家吧，这件事还没和你爷爷老人家说吧？小恒回来了，还把诗诗带回来。来来来，爷爷给你们炒2个菜。裴爷爷一把年纪了，对于这些事或许不太好解释，一旦说不好，很大可能被当成诈骗团伙，那可就麻烦了。去，注意安全啊！这就交代完了。我说我出门打暑假工了。好，但是比赛事务繁忙，一个人难免孤单，要不要找个人陪你一起？爷爷一大把年纪了，就别出去折腾了。这条路注定是孤独的，但那又怎么样？只要可以振兴华夏，让华夏的文学诗词得到宣扬，那这些都不是问题。那要是诗，你有没有？有，我有。不好意思啊，裴恒，我没想到竟然还晕飞机。没事，辛苦你陪我来这边，才是麻烦你了。真是辛苦这2个小家伙，大老远的从横江坐飞机来这边。姚诗诗一位小女孩还算正常，但这裴恒给人的感觉实在是沉稳的不行。沏些茶水，再弄点桃花酥和桂花糕，然后把齐博士叫来。辛苦各位了，旅途遥远，我已经让人去准备茶水了。稍等一下，刘同学，稍后会有一位大师来这边想要见你。您看，周先生这般招待才是煞费苦心。大师嘛，没问题。这家伙的心智简直远超同。哎呀，你好啊，你就是裴恒大师吧？哎呀，果然好年轻啊，裴大师啊，能不能麻烦你给我？齐大师啊，别笑了。哎呀，糟糕，有些失态了，不好意思啊，裴大师。这个重新自我介绍一下，我叫齐伯约，是华夏文坛的组长。主席，这势头可真不小。裴大师啊，今天晚上呢，我们华夏文坛将对您展开一场会议。而会议有且只有一个，
那就是我们要将这次全国比赛的名额给予你，而会议的地点呢，正是清香阁。洛神父已经出世，难道我的实力还需要质疑吗？齐大师，你的意思是我的实力还不足服众吗？不，当然不是了。你的实力在整个华夏文坛无人能及有，但是你的名气却没做到。我们的意思是，你的洛神赋还没有正式公布，因为这篇文章对于整个文坛影响太大，我们不敢轻易公布出来。所以，今天晚上你将面对华夏文坛的各种前辈后辈的言语，还希望你做好心理准备。我明白了，照二位的意思是，今天晚上将对我是否有资格拿着特批名额参加全国大赛展开会议。没错，正是这样。而今天晚上，所有华夏文坛上有头有脸的人物已经全部出席。文学全国大赛选手不过也就7位，我们独占1位，剩下的6个则是需要靠着长达1年的比赛积分，所以这个名额的珍贵程度可想而知。齐大师说的不错，按理来说，我们华夏文坛每年在开赛前会有一次大概3、4人的内部比赛，胜者可以直接参加全国大赛，所以有不少人是压根没有参加积分赛，就等着这一次比赛。但我们却将比赛资格直接给予了你。原来如此，那按照二人的说法，我明明也可以参加比赛获得资格，却直接选择给我，显然是想试探我的底细。哼，这份见面礼可真是不一般。这锅花糕真甜，我最喜欢吃甜的了。看起来二人很器重我呀。还是被察觉出来了。早知道这家伙有这个心情，我说什么都不让张龙使用这招的。还美其名曰压力越大，动力越大。不管了，事已至此，那距离晚上的会议还有一段时间呢。裴大师有没有时间可以方便的为我讲解一下洛神赋吗？不便，洛神赋还没有对外公布，众人都还没有看到，怎么可以有人就先解析上？你快尝尝这个桂花糕，可甜了。好。裴同学，久仰大名啊！你好，在下裴恒。我叫做张龙，我是华夏。抱歉啊，我把时间看错了，应该没错过什么吧？孙提壶，快点给我坐好。这位男子名叫孙提壶，是在你之前最年轻的文学成员，年纪23岁。小辈裴恒。那个孙提壶的性格就是这样，年轻气盛嘛。裴同学喊一下。傲气是好事，年轻就该有些血性。想必这一位鹰眼猴圈的人，就是原来比赛全国大赛的一人小青年，否则我不会这么做。不好意思，迟到了几分钟。张组长，如果有处罚的话，请按规则办事。上官姑娘，这是在点我呢。按规则办事，不正是在暗戳戳的指代我一切要按照规则行事吗？小姑娘啊，等你见过此人的实力，就不会再如此天真了。这位名叫上官琉璃，是上官家的大才女，也是年轻一辈的翘楚之一。你是懂得多少？凭着这种小白脸直接登上全国大赛比赛？你好，晚辈裴恒。哼，希望你的实力配得上你的位置。看起来又请了这位大小姐的位置了。裴同学呀，没想到误打误撞让你受到这么多白眼，不过事已至此，希望不会影响到你吧。既然人都到齐了，那我先说几句。今天你们迟到的事让我觉得非常不舒服，没有规矩不成方圆。我希望这种事是最后一次。看起来还挺护着这小子。
张主席说的不错，没有规矩不成方圆。那我们协会自古以来的规矩呢？这又到哪里去？哼，规矩？我们协会自古以来有什么规矩？琉璃，你说说看。协会每一年在全国文学大赛前拿出一个名额进行公平竞争，所以我们才有此没有去参加这场比赛。但今年的名额凭什么给一个新人？还是一个才加入协会不过1天的新人？我同意，应该按照以往的规矩公平竞争。协会拿出一个名额公平竞争，你们是从哪里听到的这个规矩？我们华夏文坛可从始至终都没有过这种规矩啊！什么？可是每一年不都是靠着这一下选出获得直通全国大赛的名额吗？我们华夏协会从来只有一个规矩，那就是会长有权直接给予一个人直通全国大赛的名额。只要我愿意，我说谁去谁就去。前些年只是没有合适的人选，我才举行内部竞争的，但今年可就不一样了。合适的人选？张主席的意思是这个新人很合适吗？一个年纪不过18岁的小屁孩才加入协会1天的家伙合适？别开玩笑了。合适？我从未见过如此合适的男人。看来各位对我意见很大呀。众人对我很不满，我理解。但是全国大赛之后的世界比赛，有关华夏理念，舍我其谁？在场诸位，又有谁敢应下这一战？够狂够狂，我喜欢，不愧是天才少年，这股傲气果然异常。这小子有什么底气这么狂啊？哼，你说的不错，我们华夏在国际上舞台确实没有一席之地。无论是我，又或者是张主席，甚至可以说在场的各位，谁又有把握去赢下这个比赛？而你只不过是一位新人，凭什么有把握？说得好，我们都做不到的事儿，你凭什么认为你就做得到？是你太小看我们了，还是小看国外其他选手？我赞同上官琉璃和孙提壶的发言。我们华夏已经被其他国家压制了10几年，凭什么认为你就可以打破？没错，你只不过是一个18岁、接受了10几年教育的小儿，就别在这里捣乱了。就让我看看你会以什么样的方式结束这一场决为什么？因为我很强，我比你们任何人都要强。来吧，现场命题诗词，就你了。诗词？我疯了！如果我张主席是这个父母，我岂不是自古死？我不为难你，不用命题，只需要诗词中出现“今后”2个字就行。老师，我们给你2个小时的时间，让你慢慢思。2个小时，我已经准备好了。七律和郭沫若同志。怎么可能？只要4个就做出了诗词，这怎么可能？没见过这种情况，根本不需要思考就可以做出诗词。这种情况下，就算写出了诗词，又能是什么好东西？哼，这是什么古诗名？毫无逻辑，毫无章法。我学诗词这么久，还从未见过这种诗词名，简直是一塌糊涂。好，诵读：依从大地，起风雷，便有惊声白骨堆。这句话倒是看不出什么意义，不过画面出奇的强啊！有点意思，不过就这水平，别说叫好国际，叫好国家的味。僧是愚蒙犹可训，妖为玉帝者哉。果然不行，第2句简直差。
过如此。金侯奋起，千钧棒，玉宇澄清，万里哀。这令和上一季形成了鲜明的反差，简直太完美了。侯奋起，千钧棒，哇，简直气势磅礴。前面几句确实已经很好，既有传承，读起来十分顺口。但是前面的头起得再仔细，我倒要看看你之后和品得起。今日欢呼孙大圣，只缘妖物又重来。不可思议呀！这首诗词的前面写的实在是太过于完美了，完美到我觉得最后一句根本顶不住这么大的压力，导致整首诗词彻底崩盘。但裴恒最后这一句不仅仅没有崩盘，相反的还让整首诗词的气势提升了不少，这简直是大师之作呀！这个作品好强，不，应该说太强了，而且从这个男子的态度来看，似乎构思了几秒钟不到。如此优美的句子，真的是只需要几秒钟就可以想出来的吗？这当真是你所做的诗？是如假包换，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这首诗简直是和我心中的孙大圣一模一样，我心中的大圣居然就被这样做出来了。这首诗实在是过于完美。孙提壶一辈子都在寻找金侯的意义，为此创造了无数首诗词，始终棋差一步，无法创造出想象中的大圣。而你随口一首诗词，就将他这么久以来的努力击得粉碎，你真是一个令人愤恨的天才呀！完美的大圣，正是我究其一生追寻的东西。老师的作品可谓是所有作品压箱底般的。那么在座各位，请问还有谁有意见？我再问一遍，还有谁？爽，太爽了，干得好，裴恒，要的就是你这股狂气。真不爽，但是这个家伙的文学造诣实在是高的恐怖，让我根本无力触碰。这可恶！我服了，我彻底的服了。虽然很不爽，但是却不得不承认，这个男人的文学水平在华夏的确是断崖一般的存在。怎么了？这会儿是哑巴了吗？前面质疑声不是很大吗？现在怎么一个个都哑口无声了？我上官琉璃没意见，我也是没意见的。既然在座各位都没意见，那我正式宣布，裴恒将直通全国大赛。好啊，裴恒，太好了，你简直就是最大的魔王。反派，你的言语就是利剑，刺得天下文人都抬不起头。看这模样，应该是服了吧？晚辈裴恒，以后就请多多指教。我并不是来砸场子，也无心和大家争夺这个位置，只是我认为以华夏汉字博大精深，不应该被那些只存在了几百年的国家欺压到这种。还希望大家可以海涵，以后都是一家人。有文学问题，欢迎找我讨论。哦，没看出来小子情商这么高。好了，既然裴恒都这样说了，就此散会了吧。有事之后再联系我。哦，都这个时间了，是谁啊？来了，裴恒，您能收我为徒吗？这是演哪一出啊？我写了半辈子的孙大圣，自认为写孙大圣虽有不足，但在这世间已是无敌手。直到遇到了你，这才知道究竟差距有多大。哎呀，求你了，收我为徒吧。如果有问题的话，欢迎。收徒的事暂时还没考虑，抱歉啊。那裴大师，你可以给我细致的讲解一下这首诗词吗？哇，大师就是不一样啊！如此漂亮的少女，恐怕也只有上官琉璃可以相提并论了吧？大师就是大师，把妹手段都不一样。大师，我悟了啊！无事，无足挂齿。
裴大师，前面的事儿确实是我有眼不识泰山了，没想到您的文学境界竟然如此之高。不，以后的事相互辅助才是。这裴大师不仅博学，而且极其低调，这种男人换我也行啊。只可惜裴大师有如此娇气，那估计也看不上我。还是想想能为裴大师做点什么吧。哎，对了，裴大师，你知不知道全国大赛的规则呀？这件事张主席倒是还没和我说。那我先来告诉你吧，我先前参加过几届全国大赛，这种比赛和平时的诗词比赛完全不同。这比赛虽成为了全国大赛，但实际上的规模或许和你想的完全不一样。这是什么意思？哎，不是这样的，这场比赛规模虽大，但却不杂乱。参赛选手一共有7人，这场比赛也称为文心七贤宴。比赛会场在巡路亭，内有曲水流觞，墨池笔种。看来和我想象中的完全不一样。这个时间，文学水平虽然落后，但对于这方面的重视远超先前。比赛一共有3个轮，第一轮的观物复形，裁判会拿出古画，亦或者图顶，然后对每个选手分别遮住部分，选手根据看到的画面命题。第一轮从第1到第7会获得7分至1分，而第2轮则是流觞曲水。裁判会从高位放下小木筏，上面会写题目，但选手拿起木筏时，就要根据题目命题，命题符合题意拿1分，不符合则扣2分，并将位置移回到末尾。这种比赛形式确实有几分意思。如果我能在第2轮来到第1名的位置的话，而接下来就是第3轮，也是最重要的一轮，裁判会给出一段话，补充为绝律即可。行，我大致明白了。接下来安心准备比赛就好，到时候我也会去赛场上支持你的。天色不早了，早点休息吧。早，早上好啊，雷同学。什么风啊？大早的把你吹来。那能有什么事？给你汇报一下之后比赛的事。这倒不用了，孙提壶已经和我说过了。哟呵，这小子不一般的，昨天还对他恨得牙痒痒，竟然就把比赛内容告诉我。那不错，正好我也早点下班。那你还有没有什么不懂的地方？天恒，你起床了吧？我给你带了早点。有，我还想知道这边有什么好玩的地方。这小子果然心大，距离比赛还有1个月，完全不慌。要是这种情况，孙提壶那伙人都已经慌死了。有的，我一会儿将热门景点发到你手机里。多谢。你们2个一大早这么在一起？裴恒问我哪里有好玩的地方。诗诗，距离比赛还有一段时间，我想在这外边转一转，你愿意陪我一起吗？真的吗？那可太棒了！裴恒啊，千万要记得裁判说的每一句话，裁判说什么那就是什么，不要抢嘴。哎呀，我知道，放心吧。裴恒这孩子是一个18岁的孩子，玩心太重。听周牧说，这1个月的时间都在玩，明天这比赛该如何是好啊？况且全国大赛那么大的排场，让一个孩子去，就怕是顶不住那压力呀。裴恒啊，明天的比赛万万不要怯场，好不好？去，这些事哪里轮得到你们操心啊？你们给我准备准备，准备看我拿下比赛冠军就行。嘿嘿。裴恒，我看他们对于这次的比赛都好上心啊。等我还拉着你和我到处去玩，会不会影响你呢？放心吧，去全国比赛罢了。这段时间裴同学光在玩了，我基本上没见过他做诗词的复习思考，会不会影响？唉，这小子太年轻了，强大的创造力所附带的就是极致的自负。我已经做好了今年1轮游的准备，没办法，
年轻人就是这样，不经历一些挫折是意识不到什么。只是希望裴同学可以快点醒悟罢了。趁着这时文学还在。难道华夏才升起的文学之星就要被这纸醉金迷同化了吗？请问秦之皇选手，你已经蝉联比赛冠军足有3年，这次的目标是什么？对于文心七贤宴，我只当是进行外国比赛的一次跳板。我的目标是这次的世界比赛不在于文。你这家伙到底在骄傲什么呀？西湖哥，这个男人很厉害吗？虽然不想承认，但确实比我厉害。无论是我还是上官琉璃，都不是这个人的对手。别乱说，当时只是所出的题目正好他占优罢了，我未必不是他的对手。这丫头虽然不说，但心底对于裴恒肯定还是佩服的，要不然也不会特地来看这场比赛。你比裴恒还厉害？我说姚诗诗，你真的是和裴恒一起长大的吗？裴大师给你把他秒得渣渣都不剩。请问6号选手浩峰，作为拿着清大特招生名额进入的你，请问这一次比赛有什么目标吗？裴恒，我就杀回来，真是好久不见了。这1月我苦修文学，这一次势必要夺魁，打败裴恒。哇，很有气势。那么作为本次协会名额，也是华夏文学最年轻的那个人，裴恒，请问你这次比赛又有什么目标呢？冠军会是我，也只能是我。西湖哥，他们为什么要用这些纸窗隔开啊？这些位置看似简单，但其实暗藏神秘。当中间的文物被揭开的时候，每个人所看到的物品都是完全不同的。文物将在3秒钟后揭诊，各位选手将有10分钟观察时间，30分钟作诗词时间。这下糟糕了，这局的尽管至于裴大师，可以说是极其不利。幸好我没参加，我若是裴恒这个位置，还不是第1轮就要垫底了？为什么说裴恒的位置不利啊？这次的建筑是黄鹤楼，建筑师矩形，以裴大师的视野，恐怕只能看到中间最小的一部分。孙猴子说的不错，所以裴恒眼中恐怕只有一处空荡荡的建筑和几只黄鹤。而如果这一次的建筑属于岳阳楼那般建筑的话，就截然不同。黄鹤吗？我正愁这首诗词无法出山。距离观察结束还有8分钟，选手们请珍惜时间。7号选手仅仅观察了2个字，就放下了纸窗，开始提前作诗。这裴恒他在搞什么飞机啊？还有大把的观察时间不好好利用，就这样浪费了。这小子果然是不知道青天高啊！你们文学是越来越不行了呀！前2年上官家那丫头和猴子虽然敌不过我徒弟，但起码还有与其一战的机会。但如今这小子，呵呵，怕不是心气儿都没打磨好吧？秦家从以前开始就瞧不上华夏文学协会，这秦之皇这小子更是人言多亏，让其更加瞧不起我们协会。本想今年靠着裴恒扳回一城，但如今比赛还没结束呢。秦老爷子，还没结束，观察2分钟便匆匆开始写作，在历史上这种事情都从未见过。说到底就是年纪小，心气儿太急了。况且那小子的位置你我有目共睹，明明位置已经不佳，更应该用心观察，但却选择草草开始。今年的冠军，我们秦家也就要收下了。哎，我的裴大哥呀，平日你嘻嘻哈哈也就算了，
怎么到了这种关键时刻还要掉链子？真是不知天高地厚，才2分钟就敢开始创造，赛前还敢那样大言不惭。这一次的比赛你输定了。裴恒，你肯定会被你的自大杀死的。我的位置极好，几乎可以看到整栋黄鹤楼。你输定了。接下来开始进行诗词创造，所有选手有20分钟的创作时间。所有参赛选手，请停下手中笔墨。比赛时我所看到的场景是整个黄鹤楼的上部分。这一次比赛我已经10拿9稳。接下来按照顺序开始进行朗读。第1位选手秦之煌。秦之煌选手的诗词名为《楼高》。黄鹤楼长得高，尖顶快到云海了。抬头看，脖子酸，只看到他上半腰。秦之煌这首诗真不错呀，朗朗上口，意思通达。没错，以这水平，今年的第1名势在必得呀！不愧是皇儿，实力依旧。这下可糟糕了。不是担心，不是你们太弱了，而是我的皇儿太强了。比赛还没结束呢，别高兴得太早。注意在前，其他诗词都黯然失色。裴恒除非拿出和上次一样的诗，否则必败无疑。第6位选手浩峰带来的诗词名为《黄鹤楼》最坚强，稳稳站在江边上，大柱子圆又壮，撑起高楼像座山。这小子实力不错呀！裴恒，这就是我送你的见面礼。啥？这是啥呀？这是作为一个能让咏鹅登上高考殿堂的事情，也没什么可奇怪的。下一位是8号选手裴恒带来的诗词《黄鹤楼》。直接用名字命名，一般，简直太一般了。这样看来不过如此果然，裴恒，你上一次果然是运气好。如此一般质朴的诗词名，会是什么好诗？是否赢了裴恒？然是没招了，居然起了这种诗词。果然呐，越能吹牛，摔的也就越惨。现在的年轻人啊，心浮气躁，赛前敢吹那么大的牛，现在老实了吧？昔人已乘黄鹤去，此地空余黄鹤楼。黄鹤一去无复返，白云千载空悠悠。裴兄弟，晴川历历贺阳树，芳草萋萋鹦鹉洲。日暮乡关何处是？烟波江上是人愁。不可能7首古诗全部朗读完成，接下来将由裁判进行评分。林老爷子，不知道我旗下这位小辈如何呀？这种怪物是从哪里找到的？果然，你小子真争气啊！靠，裴大师也太牛了吧！不得不说，确实很厉害。这首七律前无古人，况且是在这种情况所作，简直鬼斧神工。虽然听不懂，但是感觉裴恒好厉害啊！这种情况在曾经从未出现过。接下来开始宣布评分，第7名
小看这对手了，这手七律的质量确实是高的离谱，能在短时间内创造出这种质量的诗词，压根不可能。肯定是押题押对了，无所谓了。这一轮的冠军给你又如何？下一轮比拼的是即时创造能力，还想赢？做梦去吧！第3名的选手是浩峰，去掉一个最高和一个最低分，平均分为6.8分，获得积分5积分。这比赛是10分制，6.8分的成绩已经相当不错了。我记得历史上最高分的人也不过8分。第2名的选手是秦之皇，去掉一个最高分和一个最低分，总分成功打破纪录，来到8.2，让你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恭喜他！已经打破纪录了，却还只是第2，这个裴恒，可恶！接下来宣布第1轮比赛的冠军。本轮的冠军是裴恒，除去一个最高分和一个最低的，他的分数再次打破了纪录，是满分10分。除去一个最高和最低还有10分，这也就意味着所有的裁判都给予了满分。没事，稳住，下个回合靠你的海量词汇杀回来就好。可恶，比赛还没结束，裴恒，你给我等着！满分，简直不可思议！经过刚刚那一手，我已明白这孩子的不同。晃儿现在的实力和他相比，简直就是天差地别。虽然不愿意承认，但此人确实是一位天才，是我们华夏文学真的有救了。说到底，我们都是华夏人，我的目标始终是一致对外的。期待吧，裴恒的路还有很远很远。接下来准备进入下一轮比赛，流觞曲水。每一位选手按照顺序坐在曲水沿途的路径上，工作人员将会在曲水上放下木筏，上面写着一个字。拿到木筏的选手要根据木筏上的字进行命名写诗词，符合即可拿1分，不符合则扣2分，并将位置回到末尾。这个比赛最优势的位置是在中间，在前边没有时间思考，在后边还有可能连出手的机会都没有。裴恒上一轮是第1，以他的智商肯定会选择中间的位置。按照规则，裴恒，你作为上一轮的冠军，可以优先选择位置。我都不用想，这个肯定选中间位置，这个位置最占优了。自古以来，每一位第1名几乎都是选择第3位或者第4位的中间位置。我选择1号位置。裴恒这个选位置会不会过于激进了？竟然选择了第1的位置。你也太看不起裴大师的实力了。不是看不看得起的原因，而是这轮比赛一旦失误，负面影响极大，直接从第1位落到最后，每一次的出手都必须慎重。尽管相信我裴大师就好。虽然裴同学实力不错，但是选择这个位置是不是过于激进？如果我来参加这场比赛，肯定不会选择这个位置。但我不是裴恒第7轮，相信他会给我们一个满意。你们2个是不是没和裴同学说过比赛时的注意事项？为什么裴恒会选择如此激进的位置？你觉得如此心高气傲的选择，我听我的话，操！18岁，现出这种狂，我比他还狂。我再重复一遍，裴恒，你果然是一个新手，竟然敢如此激进的选择1号位，你的决策已经彻底出现了问题。没想到误打误撞竟然让我拿到第3位的位置，这可是往年的冠军位啊！比赛规则宣布完毕，各位选手请做好准备。这家伙疯了吗？这种时候不观察小木筏的字，还在神游什么？算了，不管他。报国，今年的第1题就如此热，这种有关于国家的题目，堪称比赛的死题和必死的存在。毕竟有关于国家情怀，稍有不慎就是彻底不管。在是放弃了这一题。
裴恒选手拿起了题目，本次命题为报国。真的什么都没和这裴恒说，这种必死题也敢拿？说了呀，这小子显然没听。你有30秒的时间思考。报国呀，正好。老夫聊发少年狂，左牵黄，右起苍，锦帽貂裘，千骑卷平冈。为报倾城随太守，牵涉看孙郎。酒酣胸胆尚开张，鬓微霜又何妨？持节云中，何日遣封堂？会挽雕弓如满月，西北望，射天狼。这真的是几秒能做出的字牌？评委已经给出意见，全票通过，符合题意。这种必死的人，竟然还可以回答得如此完美。比赛继续。关于遗憾，裴恒这家伙看着与世无争，对遗憾2个字真的有所感悟。也许这题就不回答了吧。遗憾，不错，我倒想看看如此淡薄的你究竟能将遗憾写成什么样子。莲花谢了春红太匆匆，无奈朝来寒雨晚来风。胭脂泪，香留醉，几时重？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。这男的怎么什么都会啊？评委们一致决定，符合题意。临行密密缝，意恐迟迟归。床前明月光，疑是地上霜。江山代有才人出，各领风骚数百年。这不可能吧？他竟然每一首都会，而且质量还如此之高。历史上都没出现过这种事吧？竟然一个人将全部魔法解开了。第2轮比赛结束，裴恒以20分积分的优势成功晋级。我们华夏文学是出了一个天才啊！天才？何止是天才，全华夏文人之精华，恐怕也难以淬炼如此人才呀！他一定是上天派来拯救华夏文坛的。看起来，对于裴同学的这些事，我们完全没必要过于担心。知道这种，才知道我们先前的担忧多余。这种怪物，你们到底是从哪里找到？我们华夏文学有救了！以后你会知道，这比赛还有继续的必要吗？比赛还有继续下去的必要吗？应该没有了。第2轮10道，裴恒一个人全部打完，拿到了20几分，第1轮的7几。第3轮就算第1名，也不过20几分，已经没有比下去的意义了。就算比下去了，冠军也只会是裴恒。国内的比赛已经完全容不下他了，他的未来必然是在国际赛场上大放异彩。距离世界比赛只剩下1个月了。我们只需要相信裴恒就好了。对，愧是裴大师，竟然做到了这种成就。虽然不想承认，但是裴恒的实力真的太强。请问你们有什么问题吗？我们要退赛！我们要退赛！也算是意料之内吧。这已经没有任何进行比下去的意义。王二，别怪自己太弱，要怪就怪这个男人太强了，实在是太强了。老伴，我们去迎接裴同学。你们要退赛？这不是我们不比啊！裁判，你想想看，从古至今有哪位选手赌得出题口杀？况且他的积分已经超标了，就算第3轮拿到第1名，也无法撼动他的位置。今年这个参赛选手到底是什么来头？那秦之皇和浩峰呢？作为上一轮的第1名、第2名，有什么想法？裴恒，你给我等着！明年我一定让你好看。今年只不过是你运气好罢了，明年我们再一决高下。你是谁啊？为什么要对我有这么大的敌意？
么久以来，人家压根儿没把我当成对手，甚至根本就不记得我是谁，真是欺人太甚！我要退赛。哟呵，不错嘛，竟然还来到了这个舞台找我。裴恒，你赢了，虽然很不想承认，但是你的文学水平确实远超于我。我退赛。6位选手全部退赛，裴恒直接取得冠军。哎呀，恭喜呀，恭喜裴恒啊，真是恭喜你了。不过是牛刀小试，华夏的冠军只是一个开始吧。这小子真是嚣张，让恋人欺负的是，这小子还真有嚣张的资本。说得好，说得好，裴大师，以你的实力，在世界舞台上肯定可以大放异彩的。裴同学，你的实力确实很出众，但是国际舞台上每一个都是好手，还是不能掉以轻心。周先生说的不错，虽然我有着华夏数千年的历史文化积淀，但是在国际舞台上还是不能掉以轻心。况且我们华夏文学博大精深，其他国家的人也许难以理解。其实我有一个问题，那就是每一个国际的文学共同性都不大相同，怎么样能够做到翻译的准确性呢？裴恒兄弟啊，这个你就放心吧。所有评委必须精准地掌握主流外语，并且深度了解文化，才有资格做评委的。不夸张地说，不少老师都没有一些外国评委们了解华夏文化呢。这个世界对于文学的重视性远超想象啊！但是我们华夏先前的能力也是众所周知的弱爆，所以能够肯定的是，在国际上的地位肯定极低。我们华夏汉字在众多国家中属于是最难学的，而是赛场上拿出的内容又是最落后的。已经有无数次其他国家联合亲自将我们华夏踢出比赛，所以裴恒啊，今年是我们强烈申请的最后一次机会。如果今年的比赛再次没有取得耀眼的成绩，我们华夏文学就将彻底被世界开除。这1个月期间，我浏览了祖国的大好河山，终于真切地体会了白云往庐山瀑布时的震撼，王勃看到滕王阁时的吃惊。不仅是大好河山，这期间我还观赏了不少祖国精美瓷器。看着这些悠传了1000年的物品，我更确信，一定要带着诗词走下去。虽然这一个个诗人的生平过往我都已经熟记于心，但真真切切看到他们相关事迹的时候，还是忍不住感叹：好一个李煜，做个诗人真绝代，可怜夺命做君王。裴恒，你可要加油啊！别辜负了我对你的希望。你丫的是谁啊？这些协会成员真的不能和我们一起去吗？我真想让大家都看到华夏文学站到世界的模样。这也是没办法，在其他国家眼里，我们国家根本没有来的必要。参观人员只有可怜的6个。可恶，真是太过分了，简直就是针对我们。就是在针对我们，就是在针对我们华夏。尊重是靠实力打出来的，在没有底气之前，没有国家会尊重我们。明年的世界比赛会让所有人都一起出发，不会抛下任何一位热爱文学的人。所有人出发，征战世界文学擂台。哇，这个世界科技就是发达，竟然可以通过这种装置直接进行多国语言翻译。这些所展示的作品，竟然连一个华夏的都没有。这些都是历年的精品作品，我们华夏别说上去了，说句不好听的，连给这些作品提携的资格都没有。在我看来，这些作品根本比不过华夏的，但却还能堂而皇之的登上这种荣誉殿堂。这些作品无非就是拿着历史上那些诗人的作品魔改罢了。哟西，这是华夏国的人吗？你们居然还没有退赛呀！你给我把嘴巴闭上！今年的比赛还没开始。哎，竟然真的可以听懂啊！重要，反正你们华夏每一年都是天顶，被我们踩在脚底下的存在，今年也是如此。你给我们等着！哼，今年我们樱花国的参赛选手是100年难得一遇的天才华将，你们还是会被我们踩在脚底下。区东瀛县竟然敢这般羞辱华夏，100年难得一遇的天才吗？我倒想看看和我华夏浩荡5000年历史相比又如何。希望你们的实力可以像你们的子一样。哥哥，你一定要让他们好看啊！这小国不用放在心上，裴恒先过去吧。马上发布大会就要开始了。请问来自铁塔国的巴菲先生，去年你们已经取得了桂冠，
请问今年还有把握继续蝉联吗？那是自然的。我们铁塔国有着悠长的历史底蕴，在未来必将统治文学很长很长的时间。华夏国的裴先生，今年是第一次参加这种比赛，请问华夏国是以什么心境选择你一个18岁的孩子来的呢？这个问题显然不像是准备好好回答的，简直就是刻意刁难。该怎么回答？肯定是因为华夏无人可用，就派了一个18岁的小毛孩子，靠着赛事方给的钱来旅游的。很好，是英雄是狗血，再见。伊岛花小姐，您同样是作为新人来参加比赛，肯定承载着樱花国重大的希望吧？我认为比赛内容明明是一样的，但这完全是两种语言。那下去说出来吧。我是本场比赛的裁判，也是最高评委主席。接下来，我将为你们宣布本场比赛的规则。在场的众人就是每个国家的比赛的精英。接下来，我将为你们宣布本次比赛的内容。比赛分2轮，第1轮的比赛内容是根据我所抽到的题目进行命题写作，我将从中抽出3张字条，选手们将分别进行3首，包括但不限于诗词、诗歌、词牌等一系列创造。裁判将对各个选手所创造出的3个文学作品分别进行打分，最终取分数前3名晋级。今年这难度也太高了吧！连续3首创作，还是风格完全不同的。连续3次进行风格完全不同的诗词创作，不仅仅是对脑容量的摧残，更是对选手心性的考验。只希望裴同学可以顶住压力了。而晋级的前3名将进行第2场比赛，而第2场比赛的内容保密。在第2场比赛中再次取得优胜的人，便是本次赛场的冠军。以我的实力，可能可以轻松晋级第2轮，而我最擅长的就是随机应变。第2轮比赛对我也是不利。为了医保家族的荣誉，今年的胜利，我将视作补偿。那么好，今天的宣发到此结束，准备明天早上9点钟，比赛准时开始。终于要来了，裴大师一定要加油啊！我们华夏文学的成败就在今天了。哼，你们华夏在文学方面注定只能被我们踩在脚底下。华夏国或许在军事方面你们国家很强，但论文化底蕴的话，和我们比还是差得很远。这一次我们的参赛选手是裴恒、区区樱花和铁虎，还未必是你的对手。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，逞一时口舌之快可没有意义。哼，小小华夏和我们文学，你们还不配。全体参赛选手，请准备。接下来，诸位有20分钟，请以“壮”这个字进行文学创造。文学范围包括但不限于诗歌、和歌、诗词。这考试范围极广，“壮”这个字，从简单的解读来看，就属于强壮；而从深层次解读，则意为壮烈。既然是壮烈，第1局结束，请监考官收回考生草纸。接下来开始第2局抽题。你们有20分钟的时间创造。唉，当真是朝如青丝暮成雪，是非成败在。
停笔，监考官去收卷。第2局结束，接下来抽取最后一次。你们有20。这3手王炸出来，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输。所有参赛选手停笔，所有监考官麻烦将草纸收来。接下来开始进行通读，每一位考生的文学作品由本人朗读。各位评委老师们，有5分钟的时间进行打分。接下来是第1位铁塔国巴菲的文学作品。巴菲，让铁塔国再次闪耀吧！烈士，你们的名字是风中不灭的火焰，在祖国的每一寸土地上低语。昨日你们用热血灌溉着自由的种子，今日我们收获永恒的黎明。我们的裴恒可不弱你们半点。第1位结束，接下来是第2位。第8位选手结束，接下来是第9位樱花国的选手伊岛花。夏日草啊，武士鲜血的遗留痕迹，弟子哟，即便凋零，也如那红樱一般。虽说每个国家的文化形式都应该被尊重，但请原谅我，实在欣赏樱花牌剧。这就是我们大樱花国的牌剧，无比优雅，无比华丽。今天就是你们华夏文学的死期，如果再次垫底，你们华夏就将被逐出文学的舞台。轮到你了，华夏国的裴恒。华夏国这个国家怎么还赖在这儿不走？对了，这种没实力的国家就应该离开这个舞台。为什么这个家伙刚刚要用那种看不起的眼神看我？我记得华夏国一直都垫底的。华夏国今天就彻底从文学历史上离开吧。满江红写怀，怒发冲冠，凭栏处，潇潇雨歇，抬望眼，仰天长啸，壮怀激烈。真是华夏人做出的水平吗？难道不是只会鹅吗？这华夏国也没有想象中那么过，不过这水平还是有点逊色的。30功名尘与土，8000里路云和月。莫等闲，白了少年头，空悲切。哇，裴大师简直是太牛了！裴恒真厉害啊！裴同学这首诗词虽然很强，但是好像和壮这个字没有什么关系啊。哎呀，无所谓了，裴大师展现了这么强的水平，下一首肯定更强。靖康耻犹未雪，臣子恨何时灭？驾长车，踏破贺兰山缺。壮志饥餐胡虏肉，笑谈渴饮匈奴血。待从头，收拾旧山河，朝天阙。华夏，这家伙真的是华夏吗？华夏怎么可能创造出如此壮志雄心的诗词呢？这就是华夏诗词，随便拎出来一句就可以和我牌局打得不分胜负，简直恐怖如死。这真的是华夏的选手创造出的诗词吗？真的假的？不可能吧，肯定是运气好，肯定是他们研究了1年，赌着一次机会，然后凑巧的押中题目罢了。好，下一轮比拼。第2局的题意是，请开始你的第2局比赛。请不要温柔地走进那沉寂，过往应当在余晖中低声啜泣，铭记吧，
铭记着那些永远复返的消逝。这篇诗歌不错，但是刚刚那首《满江红》实在是过于耀眼了。对呀，真好奇他是运气好，还是真的有实力。巴菲，别放弃呀，只要挺进前3就好，到时候才是你的优势据点。下一位9号选手伊岛花。一句话终究是难以表达情绪的呀，小妹妹。蝉声燕，呼之卧残阳，风卷霜。看不懂，恕我直言，谢什么？下一位10号选手华夏裴恒。滚滚长江东逝水，浪花淘尽英雄。一定是巧合。是非成败转头空，青山依旧在，几度夕。华夏的诗词竟然可以如此美妙吗？为什么我从来没有注意过？是非成败转头空，妙，简直是太妙了！华夏文字竟然如此高深，仅几个字，就让我面前出现了一道画面。不知我这小辈如何？可恶，这几篇文章确实好的不像话了，绝对不像是华夏能够答出的题目，肯定是运气，押题押对罢了。只要坚持到下一轮，临场发挥，没有人是巴菲的对手。白发渔樵江渚上，惯看秋风春月。一壶浊酒喜相逢，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。这篇文章和诗这个问题简直完美契合，无论是征服世界，又或者一统天下，说到底不过是瞬间的事。青山绿水依旧在，那些事情到现在也不过是我们的谈资。这个家伙真的是华夏的吗？我的第2局结束了。牛啊！这就是华夏吗？这也太牛了！这个少年好像才18岁，简直是前途不可限量啊！简直就是天才。接下来开始第3局，主题 I， 第1位巴菲。在看了10号选手之后，再看其他选手都是黯然失色呀。没错，简直就是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。不过10号选手才18岁，这么年轻，能体会哀这个字吗？虽然这两人表现都很不错，但这种比赛大家有一次试的就是成功学习，不知道裴恒能不能将哀这个字学？姚诗诗，裴恒这辈子有没有经历过什么难过的事儿啊？有。什么事儿？裴恒小时候建造沙堆，建造了1天的沙堆被一只路过的小狗踩碎了。这算是什么难过的事儿啊？就怕最后一局出现什么问题啊！毕竟一个18岁的孩子又经历过什么呢？况且裴恒年少出名，无比傲气。一个区区18岁的孩子，才刚刚读完了书，这辈子遇到过最大的磨难，估计就是华夏考试了。你们完蛋了！接下来10号华夏裴恒。虞美人，春花秋月何时了？春花秋月何时了？往事知多少？小楼昨夜又东风，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。雕栏玉砌应犹在，只是朱颜改。这首深入骨髓的悲愁，这是将个人命运与家国兴亡融为一体的大悲哀。
能引诱出这般思琪的人，究竟承受了何等难以想象的剧痛？绝对无比非议，这是血泪铸就的诗篇。这真的是这个年轻人即兴创作出来的诗词吗？如此意境，如此情感深度，简直太匪夷所思了！牛，太牛了！裴恒这小子每次都能给我们带来这样的惊喜，不是惊吓，这种词足以载入史册。问君能有几多愁？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。这就是华夏国的文学吗？这是以景抒情，情景交融，将个人情感上升到宇宙时空层面的手法，太美了，也太残酷了。相比之下，无论是我们的14行诗，还是东瀛的牌句，在这种宏大叙事和情感深度都显得格局小了呀，妙，简直是精妙绝伦。这是一种全新的充满力量的文学表现形式。你告诉我，这是那个被狗摧毁了一座沙堡就能愤而题诗的人能写出来的东西？这分明是帝王之悲，亡国之音呐！这诗词营造的意境，简直就像是一位君王失去了他整个帝国一般。那种无力回天、追悔莫及的沉痛，他是怎么体会到的？千古词汇，以关山涉水、身家性命换来的绝命之词，其分量、其感染力，其实尔等寻常笔墨所能抵达。这个华夏裴恒的实力简直深不可测，恐怖如斯的世界超。制作文学大赛举办至今已经无数年，也从未出现过如此具有历史沉重感和艺术感染力的诗词。毫不夸张地说，这小子仅仅用了3首诗词，就如同3把重锤，硬生生在世界文学的壁垒上凿开了一个缺口。这华夏诗词以一种不容忽视的姿态，强行进入了全球视野。但是，接下来的冠军争夺战，可不会像之前那般强劲温和，那才是真正考验创作者极限的问题。请各位稍安勿躁。鉴于裴恒选手的作品带来的巨大影响，裁判组需要一些时间进行深入的评议和排名讨论，请给我30分钟。这就是真正的华夏诗词吗？这话是什么意思？在我过往的认知和所受的教育里，诗词，尤其是篇幅较长的诗词，往往显得冗繁，在意境的凝练和瞬间情感的捕捉上，远不如我们樱花国的牌句那般精悍直接，富有物哀之美。但今天你的这首词颠覆了我的看法。你所认知的，或许只是华夏诗词的冰山一角，或者是流于表面的形式。真正的诗词，可叙事，可抒情，可言志，可载道，其意境之深远，感情之丰沛，绝非区牌句所能括。那些认为诗词不如牌句的论调，已经是过去式了。在未来用不了多久，我会让全世界都真正认识到什么才是华夏诗词的博大与魅力。但是裴恒君，下一轮的冠军赛可和之前的比赛完全不一样。我仔细研究过历届大赛的规则和题目，这一轮情景抒情的定义还算相对明朗，有迹可循。但下一轮就完全不一样了，那是真正考验极致与绝对创造力的领域。任他题目千变万化，奇诡绝伦，我自岿然不得。我华夏文明绵延千载，好言与真任何包罗万象，无论遇到何种，总能找到一匹千里之长。
这个而巴菲，他最擅长、最令人称道的，就是应对这种毫无规律的命题。他的思维如同天马行空，无论多么古怪偏门的词眼，他都能在极短时间内构思出结构精巧、意象新奇的诗歌。这是他最强的杀手锏。所以说，就算你这一轮表现得无与伦比，但在我心目中，下一轮最需要警惕的头号敌人依旧是巴菲。你的意思是巴菲是第一对手，还是？闭嘴！经过裁判组慎重且热烈的讨论，我们已经确定了成功晋级本届世界文学大赛冠军争夺战的前3名选手，他们将有资格角逐最终的文学桂冠。虽然说裴大师这3局的表现堪称神乎其技，每一首诗词都足以震惊四座，但是这毕竟是决定是否能够进入冠军赛的关键时刻，我这心里还是忍不住像打鼓一样抖动直跳。齐老、孙老弟，不是我故意唱衰，咱们也得现实一点。裴恒的表现固然惊艳，但巴菲在这一局展现的实力，尤其是他那首描绘永恒时光的诗歌，意象独特，结构精妙，也赢得了满堂彩，其实力绝对不容小觑。能进入前3，对我们华夏来说，已经是历史性的突破。前3，程红阳，你对裴恒就这么没有信心吗？仅仅满足于前3？这个小子拿出来的诗词，哪一首不是旷世之作呀？哪一首不是降维打击啊？我看呢，冠军也未必不能成逆争。齐老，不是我对裴恒没信心，实在是巴菲在第2轮，你也知道的，那题目。没错，紧张吧，担忧吧。第1轮的表现并不能决定一切，只要进入第2轮，那才是巴菲真正的主场。去年巴菲在第1轮的成绩也只是中等，勉强进入第2轮，但第2轮之后，他就如同脱胎换骨，完全掌握了比赛。去年历史必将重演。第2轮的题目简直是奇葩，简直是毫无逻辑可言，完全考验选手的临场应变和凭空创造能力。去年巴菲就是靠着应对那种天马行空的题目，一举击败了所有对手，赢下比赛的。我宣布，成功入围本届世界文学大赛冠军争夺战的3名选手，分别是巴黎国的巴菲选手。裴恒，等下一轮，我们真正决一胜负。还有最后一位晋级冠军赛的选手。靠！难道说这件事还有反转吗？除了裴恒，还有谁有这个资格？不会吧？如果不是华夏国这个裴恒，我都有点替裁判组说不过去了。他的表现有目共睹啊！若是我的实力平庸，你的文学殿堂是否需要我华夏诗词在此立一串？此地以血泪江山换来的绝唱，是足以照耀千古的文学瑰宝。随便拿出一首，放在世界文学的星空中，都将是耀眼夺目的。所以我从不担心所谓的暴露，虽是你的裁判组赋予我荣耀，而是我华夏的诗词需要借由你们这个平台，向世界证明其不朽的价值。是世界文学需要华夏诗词来为其增添光彩，证明其包容与权威。最后一位，华夏国裴恒。裴大师他真的做到了！世界文学大赛的冠军赛，这是破天荒的头一遭。裴恒，我小子，你真的做到了！你们华夏文学终于在世界文学的顶级殿堂上有了一席之地，这是历史性的一步啊！没想到，在我这把老骨头即将入dwi之前，我竟然还有机会亲眼看到这一天呐！
看到我们华夏的子弟站在世界文学之巅的战场上，真是苍天有眼啊！太美妙了，此生无憾矣。哼，华夏人，你们就趁着这个机会，尽情的兴奋，尽情的庆祝吧！冠军赛，哼，冠军赛可就没有你们什么事了。好好的享受这短暂的喜悦吧。感谢各位选手的精彩表现。那么，请接下来没有成功入围冠军赛的选手携带个人物品，有序离开赛场。好的，恭喜3位成功闯入本届世界文学大赛的冠军争夺战。能够站在这里，本身就意味着你们已经是当今世界年轻一代文学创作者中的佼佼者，最少也已经是世界前3的水平。没想到华夏国这次真的异军突起，挤入了前3，这在世界文学大赛的历史上可是前所未有的事情，简直像一匹黑马横空出世。现在看来，华夏国的诗词这种文学载体，其可发展性和艺术深度，可能远超我们之前的想象。今天这位裴恒选手所展现出来的实力，简直恐怖。每一首诗词都像是一个独立而完整的世界。唉，裴恒的表现确实惊艳，但只可惜，他接下来要面对的是巴菲。巴菲最厉害的就是他那近乎妖孽、天马行空的想象力。在接下来这一轮，那种毫无规律的命题方式，想要赢他，恐怕还是不太可能。所以，请各位选手们做好准备，调整好状态。冠军赛的命题将由我现场直接给出，没有任何预兆，毫无规律可循，也可能毫无逻辑可言。这考验的是你们最本质的创作本能与文学积淀。本次冠军赛的最终命题为没有命题，请各位根据此刻当下你们所处的环境、所见所感、所思所想进行自主创作，题材不限，形式不限，但内容必须源于当下。今年的命题竟然如此离谱！根据当下情景，这当下有什么？我只看到庄严的文学殿堂，看到你们3位选手，看到我们这些观众，还有裁判和这些桌椅呀，这让人从何写起？简直了！我本以为去年那个用1、2、3、4、5、6作为命题已经够奇葩、够考验人的了，没想到今年还有更绝的。没有命题本身就是最难的命题，这完全是要逼出选手的潜力呀！这命题简直就是为巴菲量身定做的呀！谁不知道巴菲最擅长的就是这种无拘无束、凭空构架的创作性写作？他的思维就像是脱缰的野马，总能跑到最意想不到的地方。这次冠军的归属看来是没什么悬念了。这是什么命题方式啊？当下场景，这范围也太宽泛了吧，宽泛到让人无处下手啊！哎呀，这让我们裴大师怎么发挥他引经据典的优势啊？简直胡闹！这种命题方式完全偏向于西方式的发散思维和意象拼贴，对于我们讲究起承转合、意在言外的诗词创作来说，简直是百害而无一利，太吃亏了。唉，谁说不是呢？这题目对于巴菲那种习惯于天马行空、构建新奇意象的创造型选手实在是大大的有益啊！我们的诗词更需要一个明确的题眼呐。Oh my god！ 天助我也，真是天助我也！这种完全开放、毫无限制的题目，简直就是为了我的巴菲量身定做的。他的段子就是为了这种挑战而生的。呵呵。华夏黑马到此为止了，接下来将是我们巴黎国建立文化王朝的时刻。世人皆知巴菲创造性强悍，却不知为一道狠话，只有修行派对与抗争，
以深然有水之态，与世人初见之战，与刹那间捕捉永恒，同样是创造性文学的好手。这种命题正合我樱花国文学之精神。这一点，我樱花国未必没有机会逆袭。你们有10分钟的创作时间，请在10分钟之内将你们的作品书写在提供的草纸上。计时现在开始，监考官将在10分钟之后统一收起你们的草纸。没错，陈豪就是要露出这不为人的表现。这场题目简直是为我巴菲的才华搭建了最完美舞台。这吧，我会让你知道什么叫做真正的创造型文学。没想到强大如你遇到这种完全依靠自身灵光乍现的题目，也会露出这般棘手的表情。看来你的诗词创作终究还是需要依赖特定的情感触发或者历史典故，缺乏真正的无中生有的创造能力。不然，即便是这个屡创奇迹的华夏小子，遇到这种完全依赖临场机智和绝对创造力的题目，还是显得力不从心了吧？缺乏了历史典故和特定情感的依托，他的创作源泉似乎就开始枯竭了。华夏诗词中直抒胸臆，气魄宏大，又贴合着当下竞技场景与野心的名篇实在是太多了。苏轼的“念奴娇·赤壁怀古”气颇高，但怀古伤心，一个争胜之时就更适合。李白的《将进酒》豪迈离歌，但更偏重个人情绪宣泄。哎呀，到底要以哪一首来终结这场比赛？决定了，陆续我用此举并将这场比赛线化为历史江山的气概，还得是这首。这次题目没有问题，棒棒，简直是完美！我的大脑从未像现在这样活跃，无数个意象比喻象征如同泉涌般喷薄而出。我可以写着健谈的情景，如同思想的称雄；可以写观众的目光，如同汇聚的星河；可以写这场比赛本身，如同文明的奖励。太绝了，灵感取之不尽。这一次的冠军，我巴黎国巴菲必将拿下。好题目，真正的好题目，脱离了具体意象的束缚，正是我樱花文学、优学、物哀精神发挥的绝佳时机。我可以捕捉着赛场空气中弥漫的紧张感，既描绘对手眉宇间的思索，既书写时间流逝的禅意。或许拿下这个题目的我，真的拥有了和巴菲一较高下的机会，甚至超越那个似乎陷入困境的裴恒。果然，到了这种完全依靠自身极致和创造力的关键时刻，还是掉链子了。或许他的才华更倾向于对一页文学形式的极致运用和情感深度挖掘，而非真正的从零创造。可惜了。哎呦喂，14个人了，裴大师怎么还不动手啊？你看这巴菲和那个一岛花写的那叫一个飞快。哎呀，这一次的题目实在太坑爹了，完全限制了裴大师的发挥啊！这下可不好办了。或许已经无所谓了，裴恒至少把我们华夏文学带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，世界前3，这已经是开天辟地的成就。至少在我看来，他做的已经足够多，足够伟大。我们不能要求他每次都创造奇迹。老周说的对，能走到这一步呀，亲眼见证我们华夏的旗帜插在这个世界文学的巅峰战场之上，就已经足以高慰先辈们的胜利了。结果尽力就好。裴恒他已经是我们华夏的英雄了。裴恒，难道真的就到此为止了吗？终于还是坚持不下去了吗？罢了，无论如何，你都是我华夏的骄傲，尽力就好。无论结果如何，我们都以你为荣。裴恒，我知道了，你绝不会被这种
种天意难倒。你现在的沉默，又是在积蓄着更惊人的力量。相信你，一定可以的。你一定会再次让世界为你笔下流淌出的华夏文明而震撼。时间已到，请所有参赛人员立刻放下手中的笔。按照惯例，上一轮排名靠后者先进行。裴恒这一轮的表现有人讨论和理想，若是让他压轴，恐怕对比之下更显尴尬。不如就让他第一个朗读，至少能保留出其体面。接下来，3位选手将依次朗读自己的作品。朗读完毕后，会由全体裁判进行现场评分。按照综合考量后的顺序，第一位进行文学朗读的是华夏国的裴恒选手。小小裴恒，看来你之前的辉煌终究只是昙花一现，在这种真正的创造力考验面前，果然只是垫脚货色。第一个朗读，就想让你早点解脱。裴恒君，你的诗词造诣确实极高，但只可惜，你似乎并不是那种真正拥有天马行空创造性的诗人，缺乏了历史的依托，你的灵感便如同无源之水。沁园春·雪。听起来倒是有点意思，但雪在这密闭的人群熙攘的文学殿堂里，在这种激烈竞争的赛场上，你告诉我雪从何来？不管怎么看，这词牌和内容都和眼下这局比赛的情景完全不搭边吧？裴恒啊，我看你真是糊涂了，病急乱投医。北国风光，千里冰封，万里雪飘。裴恒，你果然不行啊！第一句就漏了去。北国风光，千里冰封，这和现场有什么关系？我看你不仅是糊涂，简直是走火入魔。望长城内外，惟余莽莽，大河上下，顿失滔滔。果然，创造性写作还是暴露了他的短板，脱离了熟悉的情感模式和历史典故，就只能生硬地套用一些看似宏大，实则与情境脱节的意象。看来确实如此。而且就目前开篇的这几句来看，虽然画面感很强，但诗词的质量和之前那几首相比，似乎也稍逊一筹，显得有些空乏。看起来今年的冠军终究还是属于巴菲迪。难道未来世界文学的格局真的要被铁塔国开启一个王朝了？山舞银蛇，原驰蜡象，欲与天公试高。单论诗词本身，这绝对是气势恢宏的好诗。这比喻，这气魄，堪称鬼子神功。但是，这和这现场到底有什么关系？如果连我们这些旁观者，甚至裁判都无法理解你词中景象与当下情景的关联，那就算词写的再好，又怎么可能不关？这节奏，这内容，虽然极好，却如无根之萍，还是做不到吗？难道天意如此？尽力就好，龙兄，今年能拿到这个成绩，已经是前所未有的难得了。我们要吃素。须晴日，看红装素，分外妖娆。果然如此。华夏国的文学终究还是缺乏真正的创造性，只能沉溺于对自然景物的刻板描绘，完全无法将现实情景融入创作。这场胜利，我们巴黎国拿下，已是板上钉钉的。没错，看来这场终极对决
最终还是我们樱花国和你们巴黎国的较量，华夏不过是昙花一现的陪衬罢了。果然，论据无中生有的创造性，华夏的文学思维模式还是有其局限性的，可惜了。江山如此多娇，因无数英雄竞折腰。江山如此多娇，引无数英雄竞折腰。这江山，难道不就是喻指这世界文学的至高荣誉吗？这无数英雄，难道不就是在代指我们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，为了这顶桂冠而奋力拼搏的选手吗？他竟然将这场比赛提升到了江湖争霸、英雄逐鹿的历史高度啊！这个配合，他竟然将这场比赛比喻成了令人倾倒的多娇江山，而我们这些选手就是那为了争夺江山而竞着腰的古籍英雄。这比喻，这格局，这气魄，简直超越了比赛的本身，上升到了哲学与历史的层面。不合，我们之前完全理解错了，他的利益根本不在雪景，而在于这江山与英雄。昔秦皇汉武略输文坛，唐宗宋祖稍逊风骚，一代天骄成吉思汗，只识弯弓射大雕。这比喻，这一景，简直是前无古人，后难有来者。他将历史上的帝王将相都化为了这文学江山上的竞争者，这不仅仅是借景抒情，这是以史为鉴，评点千古啊！妙啊，太妙了！这首诗词不仅仅完美的借古喻今，将比赛誉为江山，将选手誉为英雄，更是站在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上来审视英雄的标准，并非只有武功、文采风骚同样重要，这完全契合了我们文学大赛的精神内核呀！很好，气势磅礴，立志高远，但我感觉似乎还差最后一步，差一个收束，一个升华，将这一切拉回到当下。俱往矣，数风流人物，还看今朝。这简直就是神之一笔呀！俱往矣，一笔荡尽千古英雄，还看今朝，将所有的目光、所有的荣耀、所有的未来都聚焦于当下，聚焦于此刻站在这里的创作者身上。我从未见过如此精妙绝伦、如此气魄恢宏、如此完美点题的诗词。这已经不是文学创作，这是哲学的升华，是历史的宣言。这首诗词从描绘雪景起兴，到引出多娇江山，再到品评千古帝王，最后收束于还看今朝，其结构之精妙，立意之高远，气魄之雄浑，简直完美啊！这根本就是一篇宣告新时代来临的文学宣言。这题目，这根据当下情景自主创作的题目，简直就是为这首沁园春雪量身定做的。说风流人物，还看今朝。还有比这更贴合当下、更鼓舞人心、更能展现创作者磅礴自信的结尾吗？没有了，这是终极答案。这首诗词，他所站的维度，他所拥有的气魄，简直太恐怖了。他已经超越了文学的技巧，上升到了哲学、历史，甚至天命的高度。我的诗歌，我的那些精巧的比喻、新奇的意象，在这首如同史诗、如同宣言般的巨作面前，显得何等的渺小，何等的可笑！真的是我可以与之对抗的吗？和这首沁园春雪相比，我这个诗歌完全不值一提。就像萤火之于皓月，我完全想不到有任何理由，有任何可能能够战胜这样一首神作。距离在这里，只是自取其辱。巴菲选手，你这是在做什么？撕毁作品等同于主动放弃比赛资格，你清楚这意味着什么吗？我要退赛。到底是无法与之对抗啊！这样的作品
这样的气魄已经不是凡人能够企及的了。我输的心服口服，巴黎国的王朝梦碎了。不要啊！杨梅龙，大家坚持住，不要放弃啊！就算无法夺冠，保住第2名也是巨大的荣耀啊！我也要退赛。一旦确认退赛，成绩作废，后果将无法挽回。你们确定吗？我们确定退赛。可恶啊！为什么会这样？为什么？女士们、先生们，鉴于巴黎国选手巴菲、樱花国选手一岛花主动退赛，华夏国选手裴恒在本届世界文学大赛冠军争夺战中，以一首《沁园春·雪》展现出超越时代的神迹般的文学实力。其作品气魄恢宏，励志高远，意境完美，直接折服2位顶尖对手，使其心服口服，主动放弃比赛。这是文学史上从未有过的壮举。我宣布，本届世界文学大赛的最终冠军是华夏国裴恒。赢了，我们是冠军，世界冠军，是华夏，冠军是我们，是华夏，我们赢了，我们是世界第一。太棒了，我们赢了，裴恒赢了，华夏赢了。明天就是第4次世界文学大赛开幕的日子。按照我们之前的计划和约定，这次我将不再作为选手参赛。哎呀，老大，你就放120个心吧，交给我们。这3年来，你毫无保留的传授知识，带我们研读经典，解析诗词格律，领悟意境精髓。我们可不是3年前的无下阿蒙了，我们一定会拼尽全力，将您为我们华夏开创的文学王朝继续延续下去。就是裴老大，你已经连续3年出战，为我们华夏夺回了3座沉甸甸的冠军奖杯。您打下了这大大的江山，也是时候让我们这些后辈出去立个力，为您分忧，为华夏争光了。这段时间，我将大部分精力都投入到了中华古典文学的推广和普及之中。相比于3年前，现在整个国家从学堂稚子到耄耋老人，对传统文学的兴趣和认知水平都有了显著的提升。我也在众人的推举下，从张龙前辈手中接过了重任，开始为华夏文学的复兴与未来发展尽自己的一份心力。而诗诗，他也一直在我身边，不仅是生活上的伴侣，更是我事业上最得力的助手，最著名的贤内助。老大，别光说呀，快来进行我们清香阁的传统项目，今年的剑心诗词吧！我已经迫不及待想听您的新作了。嘿，每次听完都感觉浑身充满了力量。剑行诗，顾名思义，是在众人离别、奔赴赛场之时，我赠予他们的诗词，旨在鼓舞士气，寄予厚望。大雨落幽燕，白浪滔天，秦皇岛外大渔船，一片汪洋都不见，只向谁边？往事越千年，汉挥鞭，东临碣石有一篇，萧瑟秋风今又是，换了人间。好，裴老大，您制作的诗词都那么的震撼人心，您的那个专属的诗词大集，到底什么时候才会正式出版？我们都等不及想收藏了。什么叫专属诗词啊？那叫华夏诗词精华集，收录的不只是我的，更多的是历代先贤的瑰宝。我只是做了些注释和阐发，至于出版的事情嘛……裴恒，来了！华夏诗词精华集的第1版样本，印刷厂刚刚送过来了，你快看看。此非我之才，乃华夏千年文明之回响，鲜活已传，无道不改。